他是美国成立最早的装甲兵部队，他是现役美军唯一的装甲师，他是美国陆军的装甲王牌，他就是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0年7月15号，在美国陆军部的组织下，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成立了美国第一装甲师。第一装甲师首任师长由布鲁斯·马格鲁德少将担任。据说当时本就想象力丰富的马格鲁德少将，在看见该师威风凛凛的坦克和站姿笔直的官兵后，猛然感觉到同样是用重装甲防护的美国护卫舰宪法号与第一装甲师非常相像，随即便给该师起了一个自豪感和自信心十足的称呼——美国铁甲军。1942年11月8号，美国第一装甲师奉命参加了盟军在北非战场实行的火炬行动。建立只有2年多的第一装甲师在登陆之初就遭遇了顽强抵抗，但是由于指挥得当，加上英国海军的成功配合，该师部队的首战称得上是初战告捷。而美国第一装甲师也成为此后与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较量的首支盟军部队。1943年，在凯塞林山口战役中，由于美军高层指挥不当，给美军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其中第一装甲师就伤亡了1500多人。此战过后，该部队的指挥官也因此被撤换，而美军在凯塞林山口的惨败也成为了美军在北非战场遭遇的首次挫折。盟军在结束北非战事后，随即开始部署西西里的行动计划，而第一装甲师却因在北非战役中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没有得到参加西西里战役的命令。但是后来，在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率领下，第一装甲师在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作战中参与了波波河谷、安奇奥、罗马、那不勒斯等战役。1944年5月，第一装甲师又奉命参加了盟军的春季攻势，并在此次进攻中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战果。截止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军中对于第一装甲师的评价，大多数认为这是一支运气最差的部队，因为在该师所参加的大部分战役中，基本打的都是苦战。该师也在2战结束后被派往了德国的施瓦本格明德执行占领任务。在1946年4月到1951年2月之间，美国第一装甲师逐渐退出现役。1951年2月，驻扎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的美国第一装甲师又在美国陆军的命令下转为现役。在此后的大约20年间，在胡德堡的第一装甲师就像被遗弃一样，度过了漫长且枯燥无味的驻防时光。1971年5月，美国第一装甲师开始了较为曲折的改编。美国陆军部将驻德国巴伐利亚安斯巴赫的美国第4装甲师改编为美国第一装甲师，而驻扎在美国本土的第一装甲师，除少部分退出现役外，大部分与刚结束越南战事的美国第一骑兵师1部合并组建了新的美骑1师——美国铁甲军，就这样成为了一支海外驻军。1990年11月，第一装甲师奉命参加了海湾战争。1992年1月，驻德国的美国第8机械化步兵师被改编为美国第一装甲师，原来的美国第一装甲师再次被裁撤。2003年4月，第一装甲师在奉命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后，该师师部和各旅便开始进驻伊拉克，其中师部至今仍驻扎在伊拉克，并计划在2011年将其撤回德克萨斯布里斯堡，并再次进行改造。如今的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隶属于美国陆军第5军，驻地为美国德克萨斯州布里斯堡，是美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绰号老勇士。该师的编制总人数将近17000人，下辖1个师部与师部连，1个斯特瑞克旅，2个装甲旅旅部和旅部连，共下辖6个重型坦克营，1个机步旅旅部和旅部连，下辖4个机步营，工兵旅、通信营、军事情报营、防空炮兵营各1个，1个师航空旅，下辖1个武装直升机营、骑兵中队、航空指挥连及空中突击连各1个，1个师炮兵司令部，下辖1个 M270式227毫米多管火箭炮兵连，3个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兵营，师支援司令部、宪兵连、化学连及师乐队各1个。全师主要装备有 M1A2 主战坦克348辆，斯特瑞克装甲车300辆，M3 骑兵战车100辆，M2 步兵战车216辆，履带式装甲指挥车167辆，M113 装甲运送车308辆，AH-1 武装直升机8架，AH-64 武装直升机36架，OH-58
基奥瓦侦察直升机44架，UH-60通用直升机24架，EH-60电子战直升机3架，UH-1直升机6架，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144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36部，M270多管火箭炮9门，M109自行榴弹炮72门，改进型火神高炮24门，107毫米迫击炮66门，90毫米无坐力炮24门，各型无线电台5281部，各种夜视设备4983部。在战略战术进攻能力上，第一装甲师1级编制的装备程度可以胜任各类情况下的进攻行动，尤其在执行突破、纵深挺进和追击任务时，该师的战斗能力则更为显著。在成建制向计划方向推进时，该师的正面进攻范围可以达25到30公里；在执行以侧翼进攻的辅助行动时，其范围可以达到40公里；在进行阵地进攻战时，该师的突防能力为6到8公里，可一次消灭敌军一个机部或者装甲团。比如在海湾战争的地面作战中，单是第一装甲师的攻击纵深就达到了200公里以上，且每天的推进达到了80公里。在防御能力上，第一装甲师在执行防御任务时，该师能形成一个30到60公里、纵深50到70公里的可以抵挡敌军一个集团军进攻的成建制的正面防御地带，并且可以派遣空中机动特遣部队在坚守要地和机动防御基础上，以地面伏击和突袭行动粉碎或拖延敌军的进攻。另外，该师在防御作战中对进入防御阵地的敌军还可以作为军级部队的预备队，凭借其快速机动性和强大的装甲突击实力实施反击。该师在撤退行动中也尤其适合掩护部队撤退。第一装甲师的局限性，一是在于该师的重型装备不仅多而且大，导致不能实现大规模空运，所以也没有成建制的快速战略机动能力。比如在海湾战争中，该师的全部重型武器仅从德国运送到沙特就耗费了将近2个月，而且人员与重型装备还需要分别运输，在抵达战区后还要耗费时间进行必须的整备，势必会影响到战斗初期的速度。二是该师的战斗车辆和主战坦克在水网障碍和山地丛林地形上的作战能力不高，也不适合在城市化地形上作战。三是该师的后勤能力不足，第一装甲师在全力推进时，每日需要消耗60万加仑的燃油，至少需要运送120车次才能保障。但是该师的后勤能力只能保证在该师的后勤地域与旅的后勤地域之间运送物资，此外还要得到空军的运输支援，尤其是在进攻时，物资运输车辆往往很难跟上步战车和坦克的速度，而且难以保证庞大的战略物资消耗。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